三皇妹怎么变得如此低声下气？三皇妹这次进宫，想必是为了银嫔的事情喽。我也不想拐弯抹角，银嫔只是一个小小宫婢，几位皇姐何必与她计较？请放银嫔一马。朝阳，你竟然为一个贱婢来向我们求情，看来贱婢比我们还要亲厚啊！我是不希望小事化大。小事？可能朝阳你自小骄纵惯了，并且任性惯了，犯禁的事在你眼中也是小事一桩。朝阳受教，只求大皇姐大人有大量，放过银嫔。我承认，我确实是宽宏厚量，不过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个贱婢。本公主不会私相授受，姑息养奸。朝阳，你想陷大皇姐于不义啊？如果大皇姐照你的话去做，那岂不是同流合污？那大皇姐的威信就荡然无存了。够了，朝阳已经退到最后一步，你们还是这样咄咄相逼，根本就是存心和我作对。银嫔她斯文媒妁，罪证确凿，我们一力惩处，是对事不对人。大皇姐说的对啊，我们已经将银嫔的恶行上禀崔太妃。如果你想救银嫔的话，就要去求太妃娘娘才对。我朝阳素来先礼后兵，我尊重你们是我皇姐皇妹，自问对你们并无怨怼之心。既然你们不留半点情面，我也不会对你们客气。不知你何时对我们客气过呢？好，既然你们非要为难朝阳，我就奉陪到底。参见各位公主，崔太妃有事召见。参见太妃娘娘为贵妃孙贵妃。免礼。哀家今日很不高兴，在哀家管辖的后宫之中，竟然出了乱子。永和，你们说银嫔私下问媒，可有此事？禀太妃娘娘，我与3位皇妹往太庙祈福，那期间魏公公前来禀报，他说银嫔遇到银媒，还被抓回官衙待审。于是我们几个就一起去官衙看个究竟喽。官媒丁有为也证实确有此事，所以我们就将司徒银嫔带返宫中，由太妃娘娘发落。宫婢一向不可问媒，银嫔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区区一个宫婢，又何来豹子胆呢？一定是背后有人撑腰。朝阳，其中可有任何误会？是，确实是我准许银嫔问媒。朝阳，你真是胆大妄为啊！朝阳，你太令哀家失望了。哀家以为你出嫁之后自然会修身养性，一改骄纵之态，岂料你变本加厉，纵容势婢，胡作妄为。哀家当初赐银嫔为金牌晋升，她并无官位，由始至终都是宫婢一名，你竟允许她私自问媒，可知罪大。朝阳确实犯错，是不争的事实。太妃娘娘，是我管制无方，求太妃娘娘降罪。太妃娘娘恕罪，与公主无关，千错万错，错在奴婢不知自重。我已说一力承担，银嫔你无需多言。当日奴婢以为命不久矣，所以哀求公主恩准出宫嫁人，以令奴婢的孤魂有家有主。一切都是祸请奴婢，与公主无关。太妃娘娘在上，朝阳未得太妃娘娘恩准，私下许诺是一错；银嫔病愈，我未及时将事情上报，是一错再错。太妃娘娘，其实此事朝阳也曾经向臣妾提及，私自问媒就是错，错就罪无可恕。朝阳这次只不过是一时未及禀报而已，况且太妃娘娘宅心仁厚，一定会格外开恩。哎，影响皇上声誉之事就不可原谅。你私自恩准宫婢婚嫁，罔顾宫规法则，完全漠视太妃娘娘管制后宫之权。太妃娘娘，银嫔的丑事已皆知相闻，绝不可姑息养奸，免得坊间风言风语，说后宫门风败坏。既然朝阳已经承认过错，理应及早定夺，以儆效尤。既然你们都觉得朝阳理应获罪，哀家定当严正执法。太妃娘娘，朝阳有错，固然要受罚，但是4位皇姐皇妹，她们都有错，应该一同受罚。我们何罪之有啊？请太妃娘娘为我们主持公道。太妃娘娘，此话并非朝阳意气之言。大皇姐，
你们明知银萍是我的婢仆，明知她问媒犯禁，明知她闯下大祸，为何你们不立刻通知朝阳，让我可以去关梅府力挽狂澜，交涉摆平，力保皇上声名不受影响？你们还唯恐天下不乱，敲锣打鼓，要银萍游街示众，是你们让天下人知道后宫纲纪全无。我只是要天下人以此为戒。你这么做是羞辱朝阳。你够了，让朝阳说下去。虽然我与几位皇姐皇妹并非是同一皇娘所生，但是我们都是父皇的女儿，都是流着同一血脉，彼此应该同气连枝，本是同根生，何苦你们对我要苦苦相逼？难道是因为我娘出身卑下，才令你们厌弃朝阳？一定要令我颜面无存，才能安心？无论你们怎么想，在朝阳心目中，你们都是我的至亲，因为我们流着同一血脉。你不要在此妖言惑众，根本就是你心虚偏执，以己夺人。朝阳句句都是肺腑之言，是你们蓄意陷我于囹圄。太妃娘娘，请为朝阳主持公道。朝阳所言也不无道理，你们几个实在是小事化大。他们只是想借此事以正法纪，中间处事欠妥，未能全面。太妃娘娘，我们都是出于一片好心，并非存心报复。你不要听朝阳一面之词。够了，后宫乃庄严之地，你们不是无知妇孺，岂可不顾身份，如同刁妇骂街，成何体统？朝阳，你自作主张，纵容势必，你们几个落井下石，唯恐天下不乱，个个都有错。现在哀家就罚你们扣除俸禄1年，每人都要罚抄《金刚经》100遍，你们可心服？心服。朝阳心悦诚服。唉，真是闹剧一场。经一事长一智，你们要好好的思量，不要再犯了。是太妃娘娘。摆驾。恭送太妃娘娘韦贵妃、孙贵妃。都叫你们放银萍一马了，你们却非要跟我作对，最后就两败俱伤了。朝阳，你很会演戏啊！你错了，皇姐，戏假尚且情真。一直以来，其实朝阳对几位皇姐皇妹感觉都没改变，一样是痛，是憎恨痛心啊。我们走。快起来吧，公主，银萍连累了公主。一切回府再说。对不起啊，公主，银萍连累了你。这场风雨是冲着我而来，是谁连累谁，你我还需言明。公主，《金刚经》经文句句道理，发人深省。抄经练字之余，又可以洗涤心灵，驱走怒气，与我有益。公主对银萍的大恩大德，今世报不完，来世、来世，银萍也一定会报的。说了就要做到啊！咦，好浓郁的饭香啊！自得参见公主。免礼，公主今日劳心劳力，银萍特意叫阿四煮些好东西给你吃，你猜一猜是什么？杂米粥。哇，你好厉害呀，公主！我是用白米、玉米磨成粉，再将红豆、白豆煮成豆蓉。红豆、玉米、白豆味浓，但是又不可以盖过白米的淡淡米香。要煮到香滑而不稠，甜而不腻，真的是一点都不容易。看起来真的跟我外婆煮的差不多啊。那公主你快尝尝，看味道如何？嗯，如何？
阿四，你煮的杂米粥恰到好处，真的跟我外婆煮的一模一样。你真有本事啊！以后公主想吃的时候，就吩咐阿四煮给你吃。公主一直都想知道外婆的口味，这次啊，终于心愿得偿了。谢谢你们。对了，这次的事，金家那边一定很高兴吧？当然不是了，太夫人他们都很关心公主，还说公主如有任何事需要帮忙，就要立刻通知他们。他们帮得上什么忙啊？不过也算说了句人话。这次闹出轩然大波，那个丁有为就是罪魁祸首。丁大人贵为官媒，抓银媒是他的分内事，他只是公事公办而已。他公事公办，就不会将我交给4位公主，让我被人五花大绑，游街示众都袖手旁观。错，他不是袖手旁观啊，他还帮他们开路呢。这个卑鄙小人，趋炎附势，见高拜，见低踩。我想起那副嘴脸，我就想吐。那你做好准备，后天衙门翻案，我们还要去作证啊，还要出去抛头露面，打死我也不去。你不去，他公事公办，会派官差来抓你的。哦，官媒，就是隶属户部。既然你说丁大人是公事公办的话，那就好办喽。